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是个新系列，放心，全息成像器我还在做，这中间来开个新坑，做个差速云台。这一期介绍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机械部分的实现。旋转云台这种东西都知道的了，可以2道旋转，指向一个方向。上面放个相机的话，就能调整拍摄方向。电机控制的云台，常见的做法是底下一个4伏电机，负责右方向。这个电机靠扭矩扛起来上方结构和负载。上面再来一个4伏电机，负责 pitch 方向，同样需要用扭矩扛起负载。4伏电机是绝对定位的，让它在什么角度它就转到那个角度。虽然这样的结构已经很简单了，但可以看出4伏电机的负荷高得很。如果不是小摄像头，而是个天文望远镜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再来看看差速的方式，这个设计是我偶然在 Thingiverse 上看到的，第一眼就让我想起了一个1937年的影片，来自于福特，介绍了汽车差速器的原理。我们知道，拐弯的时候车轮左右两边走的距离不一样，轮子的转速不同，它们之间有个差速器，用来抵消掉这个转速差。差速器顶部的齿轮会以2个自由度的形式进行旋转。这里的差速云台在结构和原理上和差速器完全一样，但是反过来用。通过有意制造两边的速度差，让顶部齿轮指向特定的方向。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两边转速相同的话，就是 pitch 方向旋转；两边转速相反，就是右方向旋转。所以是用2个电机的速度差实现2道。这种结构下，负载的重量大部分是通过静态的螺栓固定在底座上的，电机只负责运动，用不着太大的扭矩。而负载的旋转来自于两边电机速度的差别，不是靠电机的角度直接控制，所以用不着4伏电机，可以用更简单更廉价的步进电机。不过也因为如此，角度到转速差的转换不那么直接了，需要一定的计算才能得到，相当于用软件算法代替一部分原本由硬件直接确定的东西。不过软件嘛，好搞，伸缩性更大。别的不说，先看看我实现的机械部分。上面一个大齿轮，左右两边2个步进电机通过小齿轮来驱动它，整体固定在一个架子上，就这么简单。之后下面会有个盒子，包含电路部分。大齿轮上可以固定个摄像头，云台控制摄像头朝向。还有更有意思的应用，以后再说。好了，下面就来看看更多的细节。虽然 Thingiverse 上提供了详细的 3D 打印模型、电路、代码，但我不是要完全按照这个来做，而是要获得进一步改进的能力。因此独立重现里面每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。齿轮方面，我找了个 OpenSCAD 的齿轮生成代码，用它产生大小齿轮的精确模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代码里变量名和注释都是德语的，我用 AI 把它翻译出来，才能一点一点对应着产生我要的结果。接着把 STL 模型导出来，放到 Fusion 里，加上安装孔。其他部分我也根据 STL 模型在 Fusion 里重新做出来相应的模型，并且完成了虚拟装配。一些孔洞的位置和加固结构都根据实际调整过。两边电机底下也加了支架，这样电机就能放在上面，而不是光靠两边的螺丝来支撑整个重量。还有个改进是，我给一些螺丝孔加上了自攻的结构，这样螺丝直接拧进去就行，不用螺母，也比热熔螺母容易使用得多。这4个零件都可以用 3D 打印出来。为了坚固，我用了4层墙，50%的填充 Gyroid 填充模式。中间几个螺栓都是 M4 的，16毫米长。固定电机的螺栓是 M3 的，4毫米长。组装非常容易，不到2分钟就能完成。电机的线通过框架底面的孔穿到下面去，之后会接入电路。一开始我还有个顾虑，不知道 3D 打印的大齿轮和底下的平台旋转是否会顺滑，需不需要加一个轴承。打出来试一下才发现还是比较顺的，目前来说够用。出于好奇，我想看看有没有进一步扩展，用3个电机实现3DOF 的版本。顺着这个思路，
首先我找到的是 Canfield Joint， 它用来在太空船上提供精确的推力指向。3个步进电机控制3个连杆，推动上方的平台，但它的3 DOF 是 yaw pitch 伸缩，不是 roll。在 Fusion 里实现一下，运动模拟非常魔性。后来我找到了个叫 SPM 的结构，这就是3个电机、3个旋转的 DOF。3个电机都是步进电机，其中2个动的话是 roll 和 pitch，3个同速度旋转的话是 yaw， 这应该就是3 DOF 的差速云台。网上可以找到一些 paper 模型和一些爱好者的实现。还有个比较神奇的球形齿轮，3个旋转的 DOF，3D 打印就能做。驱动这个齿轮的是2组电机模块，每个模块都是2个电机的差分旋转结构，所以它是用4个电机实现3 DOF， 那何必呢？不过这个电机模块倒是能提供一些启发，2个电机可以紧凑的并排排列。之后我再返回来看看这个能怎么用起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对差速云台的原理和机械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接下去就要实现电路部分了。原设计里的电路有些我没法理解的设计，因此肯定会需要修改的。下一期说这个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